嗨，欢迎回来，我是栗子。索尼啊，索尼，这个一系列居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5代了。短短10秒的开场，最感慨的是 Sony 的设计师美感依旧在线。这个简约却不失利落的 ID 设计，几乎可以说是少数清流了。并且今年的规格真的是堆好堆满，效能上唯一好评的 Agent 2搭配12GB 的 RAM， 电池一样塞满5000毫安时，散热片总量再加60%，耳机接孔 microSD。顶级 Victus 2 IP65、IP68 防尘防水一个都没有少。重点是相机，今年 One Mark 5换上了讨论度非常高的 Sony 自家新世代感光元件，真的可以说是Xperia 终于首发了 Sony 自家的顶级感光元件。这颗感光元件相比 One Mark 4面积提升了70%，达到1.35分之1寸。等等，不是已经有1寸了吗？听起来不大啊。没错，听起来不合理的地方就是索尼啊，不是，我是说，这就是索尼黑科技要开始的节奏。没错，这颗感光元件的确很特别，采用全新 Two Layers 双层设计，感光能力达到 One Mark 4的2倍。讲重点 ，Sony 自己就有1寸感光元件的解决方案，但1寸放在手机里面的比例是真的很大，可能会电池量下降，3.5mm microSD 会被拔掉，没有办法放变焦、前网等等等，总是需要少些什么的。加上的不只是1寸，而是让整只手机的内部排列受到很多的挑战啊。重点是，如果你有用过1寸的机型，你就会发现镜头非常的凸。这些种种的问题，就是用上1寸会面临的挑战。所以问题来了，想要好的相机，除了一直加大感光元件的面积，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所以2023的感光元件提供商都不约而同的在想一个问题：继续放大感光元件真的不是办法。怎么在更小的体积下做到更高的感光？三星这边透过提升 Full Well Capacity， 用 TDI 降低光线干扰，而 Sony 端出的好料就是双层设计，并且 Sony 也为这个新架构的感光元件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 Exmor T for Mobile。不过是不是感觉还有点模糊？所以我们直接看动画吧。这边用简单但不准确的方式来说明。大家可以看到，过往的做法是把 Photodiode， 中文叫做光电二极体，和下面的 Transistor 电晶体包在同一层里面，但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叫单层设计啦，就是常规做法。而 Sony 这颗感光元件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把光电二极体和电晶体拆开，分别放在2层空间，也就是大家在说的 2L Two Layers 的基本概念。如此一来，上面这层光电二极体就可以最大化的接收更多的光线，而下面的电晶体也可以达到更小的杂讯干扰。而也就是这个改进，根据 Sony 提供的数据，这颗1.35分之1寸的感光元件在表现上相当于1.7分之1寸的 One Mark 4， 面积提升70%，但感光能力达到2倍，光线收集量是前一代的3倍，并且透过多张合成，官方喊出拥有媲美全片幅的宽容度。这句话有跟 Sony 确认啊，对比的全片幅就是自家的 A7M2， 不过在宽容度表现上也是很接近 A7M3。话说回来，这边不能只听 Sony 吹啊，我们拿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夜拍起来。先看一组样张，我们放大来看后方的大楼细节 ，One Mark 5在感光上的强大肉眼可见，甚至这边我们直接对比1寸的小米13 Pro， 在细节表现上也丝毫不逊色。我觉得就只差 Sony 能不能发挥这颗感光元件这个问题了。话说迪大一级压死人的这个顺口溜，真的开始有点被颠覆了。但这个高光依旧是很 Sony， 不怎么压。不过这颗新的 sensor 在感光能力上是真的有料啊！我觉得这个感光元件除了贵，据传双层架构的 sensor 大约是1寸感光元件时代2倍的价格。要不然 Sony 这个双层技术一定会在接下来让整个手机相机的感光元件有着颠覆式的换代。毕竟谁不想要在小面积也有高感光呢？好。还在开场啊，怎么直接进入科普实测环节了？扯太远了，你只要记得 Exmor T for Mobile 这个系列采用双层设计，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手机在可控更小的体积下达到更高的感光能力，解决面临失控边缘的感光元件尺寸。好啦，等一下就不再花时间讲 sensor 咯，用简单的方式说，希望大家有简单看懂。
不过依照惯例，实际表现有什么优缺点，还是要实测才会知道。这期节目我们就全面带大家来看，换上 A-Gen 2，也是近3年 Sony 端出最好的旗舰机种 Xperia One Mark V 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一起来看看吧。我们首先看到机器本体，今年的 Sony Xperia One Mark V 一样是满满的锁式美学。先前看海报，我会觉得今年镜头的比例感觉有点太大了。不过拿到实机之后 ，Sony 其实有进行黑化处理，没有这么明显，算是实机比海报好看的状况。选色上，台版有黑、绿2种选择，我们手上的是绿色的版本。这次的绿蛮特别的，在有光的地方会呈现出介于墨绿到军绿之间的色彩。而如果在比较暗的场景下，就会变成很深的绿色，接近深灰色的机身质感。等于是你买一只手机，同时享受到2种颜色的机身。总之，推荐大家可以到现场玩玩。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Sony 在 One Mark V 侧框上引入了密集的沟槽设计，除了在抓握上更稳，也可以降低跌落时的冲击，整个专业感也更足啊。对了，你们现在远远看，你以为这个背盖还是雾面吗？我们拉近来看，其实是非常密集的点阵式 coating， 这个手感超级指滑。我觉得去年一定有人反映 Sony 的雾面处理太细致了，细致到手滑了。不过侧框和背盖的交界处还是采用凹槽式的设计，手感上会感觉更薄，但多少也会有些硌手感。好啦，话说回来，这次 Sony 的机身用料都相当有诚意，正反两面都采用了康宁目前最新最顶的大猩猩 Victus 2玻璃。跟过去的大猩猩玻璃相比 ，Victus 2最强的地方就是可以通过1公尺的钢筋混凝土、沥青等等尖锐地面的撞击，而过往的玻璃在同样的条件下，通常50公分以下就会破了，也是目前少数采用 Victus 2的手机之一，而且同样做到了 IP65、IP68 的防尘防水。最后，我知道你们在关心什么。Sony 招牌的实体快门还在，不用推卡针就可以换 SIM 卡的卡槽还在，还有翻过来 microSD 扩充卡槽还在，最大可以扩充1TB， 再转过来 3.5mm 音讯接孔我也还在。Sony 还在背面的相机上加上了一组新的麦克风，但是有一个地方改变了，那就是正面的 LED 指示灯这次不在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 One Mark V 同样采用了全平面萤幕的设计，所以好的玻璃保护贴一样便宜好买。此外 ，Sony 这一次同样采用了线性马达，在震动回馈清脆利落，震动的强度适中，回馈舒服。不过我想说的是，这次 Sony 依旧没有塞 VEC 进行散热，这题我没有问哦。主要还是为了控制机身厚度，不过有继续堆石墨散热片，这次的面积又提升了 60%。但我觉得好像可以做一下调查 ，Sony 到底是不是塞最多石墨散热片的品牌了？不过表现温度究竟如何，我们稍后会来测。接着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这次 Xperia One Mark V 采用3镜头设计，分别是 f2.2 1200万 2.5分之1寸的超广角。接下来这一颗长焦跟过往一样，同样是85到125的连续光学变焦镜头，也就是在 3.5 到 5.2 倍的范围内都是光学变焦。去年的黑科技啊，只是去年的画质真的还有调教空间，今年算是有明显的改善了。我这边就不拖戏，直接对比。上一代在 3.5 倍的焦段下，经过后期更新后，表现也还算在水准之上。主要比较松散的是变焦后的 5.2 倍，我们调整到 5.2 倍。从这组可以简单的看到，右侧的 One Mark IV 无论在前面的灯还是后面的窗户都有一定程度的模糊，它也不是没有焦，就是单纯的糊。而这个问题在 One Mark V 上面是终于被修好了，达到正常的水准。这边我们也有注意到，在更高倍数的数位变焦 ，One Mark V 这次也有解决数位变焦画面会有白雾状况的问题，这次也有修正回来。不过这颗镜头在高倍率的数位变焦上还是有提升空间。目前在中心区的解析能力相较起 One Mark IV 已经有明显的提升，不过在变焦后的边缘位置画质还是有些松散的。
不过这个问题感觉跟算法有关，因为在 5.2 倍原生焦段的时候，窗户上红衣服的人是更清晰的，反而是变焦后画质才有减损，所以你后续可以再调一下。不过跟自己上一代比不够好玩嘛，我们这边直接对比 S23 Ultra 和 iPhone 14 Pro。我们设定 3.5 倍，其他两只都是原生3倍，用原生焦段去拍才没有裁切。可以看到，这次 One Mark 5的长焦画质真的是终于上来了，在 85mm 之下的解析能力，基本上已经达到 S23 Ultra 的同级表现。不过 One Mark 5最强的是有连续变焦啊，我们变焦到5倍 ，iPhone 就先不比了，意义不大，看 S23 Ultra 就好，比较清楚。简单说 ，One Mark 5受益于连续光学变焦，拥有 5.2 倍的 One Mark 5的确在85到125的焦段中更有优势。但反过来说，当你超过10倍以上，那就是拥有10倍光学变焦的主场了。那所以啊，我其实蛮希望连续变焦可以有更多品牌采用，只要调好，用一颗镜头覆盖更多焦段，非常香啊。这边也要说明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手上的版本还是前期的工程阶段，所以之后上市应该会有新的版本改善，之后的手机对比评测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接着就是最大的重点，采用双层设计的 Exmor T for Mobile 新世代感光元件，尺寸达到 1.35英寸。这边我想展开来聊一下，究竟这颗 sensor 是几百万画素的这个问题。根据 Sony 的官方资料，这颗感光元件拥有5200万个像素点。不过，因为这颗 sensor 是4.3:3的比例，所以在4:3的相片比例下，最终会使用到的大约是4800万画素。而 Sony 预设就是要做 Quad Bayer 4合1，让4个像素合而为一，让每个像素的进光量更高，所以最终的相片会是1200万画素。比较可惜的是 ，Sony 并未提供独立4800万画素的选项，强制就是要4合1提高进光量。对了，这边说的都是拍照哦，如果是录影的话，这个4.3:3的感光元件就可以用到整个横向的感光元件。Sony 也透过这个特性，让 EIS 后的画面不会裁切太多。录影表现的话，其实在 Video Pro 里面加入了超多新功能，但 Cinema Pro 的可玩性依旧很高。这边也先提供一段 Cinema Pro 拍摄的样片，让大家简单参考。不过相较起 Cinema Pro， 我更意外的是这个东西。Sony 这次居然在 One Mark 5下放了 S-Cinetone， 也就是原本只在专业机种上出现的 Sony 电影色彩科学，也被许多创作者誉为 Sony 最好的色彩科学，指出也很可以的色彩等等等。后来陆续下放到 Alpha 系列，现在居然连 One Mark 5上面也有了，这个是真的有点诚意和意外啊。不过目前 4K 60 FPS 依旧是 Video Pro 专属。Photo Pro 的录影只有 4K 30，不过我自己真的超级好奇 S-Cinetone 在手机上的表现。这是一般录影，就是开启 S-Cinetone， 再给大家几秒对比一下，你们觉得色彩表现怎么样呢？这边也再提供一小段直出样片让大家参考。我这边也有录一段收音表现让大家参考。嗨，大家，我是苏苏。你现在听到的是 Xperia One Mark IV 内建麦克风的收音测试。嗨，大家，我是苏苏。你现在听到的是 Xperia One Mark V 内建麦克风的收音测试。这边必须要说，这次 One Mark 5可以测试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所以录影的部分只能先提供简单的随手拍样片让大家参考。
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详细来测哦。此外，这次 Y Mark 5这边还有一个硬体上的改变，就是 Sony 拿掉了用了3代的 3D iToF 测距镜头。根据 Sony 的说法，他们换上了全新的 AI 对焦演算法，所以不再需要 iToF 的辅助，并且不止对焦，这次在白平衡、曝光计算上都导入了全新的 AI 演算法，而这套 AI 正是跟自家 Alpha 部门训练的 AI 采用的是同一套。同时，师出同门嘛，他们也把 Alpha 上面的产品展示模式加进了 Y Mark 5了。只要在界面中开启产品展示这个选项，可以看到，当你把东西往前拿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把焦对在你想要展示的物品上面，而不会一直对在你的脸上。对创作者来说非常实用啊。不过少了 iToF， 对焦表现究竟如何呢？目前我们测下来 ，Y Mark 5的对焦依旧很快，有焦的比例非常高。无论是你想要抓拍小孩玩泡泡，还是小孩跑去玩秋千，透过连拍功能都可以轻松抓拍。此外，大家熟悉的人眼追踪对焦、物线追踪对焦，在新的感光元件上也都可以做到。这种 Sony 基本功能我就不再浪费时间重提，我只讲提升的重点就好。这次 Sony 的连拍从20 FPS 提升到30 FPS，30 FPS 是什么概念呢？你听这个快门声，超级疗愈啊！我们这边也再来个秋千实测，我们一张一张来看。都有焦啊！我觉得吧 ，Sony 的追焦本来就非常强，我不意外。但是30 FPS 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把照片连起来，是真的可以变成流畅片段的，每秒30张啊！如果你想要启动这个超快速抓拍，只要在连拍选单选择 High Plus 这个选项就可以了。而如果你要连拍，同时还想要 HDR 合成，那就要选择旁边这个 HDR High 这个选项。接着还是看回来相机表现，我这边快速带一下这次拍下来的相机重点和特性。这边我只想说一句 ，Sony 的人像肤色真的很强。大家喜欢哪一家的色彩表现呢？底下留言。整体来说，我觉得今年的调教方向和特性跟往年接近。日拍本来就很稳了，没有出乱子。长焦这次的画质也上到了一定的水准。主要其实就是看夜拍，显色依旧就是 Sony 的风格，舒服讨喜，但又不会有过高饱和的问题。我觉得只剩下一个问题是 Sony 真的要积极一点的地方。可以看这组样张 ，Y Mark 5的高光抑制相比 Y Mark 4的确有变好，但我们看一下，在 HDR 上相对平衡，不会刻意整个拉平的 S23 Ultra， 在高光抑制上还是有差。但除了这一点之外，这次的相机是真的挺强的。无论是建筑细节、成像的色彩都在水准之上。你看这一组细节表现不用跟同尺寸的 S23 Ultra 比，我们直接越级跟小米13 Pro 的1寸对比，也是打得有来有回啊。所以我这边还是要积极、用力、大声、有气有力的良心呼吁 ，Sony 请把手动夜景模式加进去，拜托了。整体来说，这次 Y Mark 5的这颗 sensor 体质是真的非常强。而且你永远可以相信 Sony 的色彩科学。你看这组在极低光源下的霓虹双加，这边高光有没有压？我没有意见，原因是因为灯条有点爆掉，是更有感觉的。整个夜晚的沉静、通透感也都有出来，所以这边高光压不压？我没意见。这边想给大家看的是这次 Y Mark 5的感光能力真的很扯。对比旁边1.3分之一寸的 S23 Ultra， 我们拉到暗部，这个细节表现，三星基本上已经是压没了。而 Y Mark 5这边，大家就自己看吧。油画感这3个字，基本上跟 Y Mark 5的主镜头完全无关了。然后夜间人像的细节、色彩表现也都非常好。iPhone 14 Pro、S23 Ultra、Y Mark 5的人像，大家最喜欢哪一组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总之，我觉得现在的 Sony 旗舰真的只差一套可以手动开启的夜景模式，让使用者可以自己选择想要熟悉的所谓相片呢，还是要启动更高强度的 HDR 算法，把选择开放出来。那这次的主镜头，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完美。当然，还是说回来，如果喜欢拍人、拍景、拍小孩、拍宠物，那 Y Mark 5的抓拍表现依旧不会让你失望。最后，因为这次感光元件变大了嘛，所以这边也提供一组最近拍摄距离的样张让大家参考。
接着我们来看一些新增和从 Alpha 相机下放的功能。首先是防守阵上也有新功能，这次 One Mark 5的防守阵选项相较起过往只有开跟关，加入了标准和高品质2档，在 Video Pro 和 Photo Pro 2个 App 里面都有，没有偏心。在关闭之下只会有纯 OIS 作动，标准之下则是纯 EIS， 唯有选择高品质才会同时启用 OIS 加 EIS， 并且在高品质选项中也会使用更进阶的 Flawless Eye 算法进行防守阵，但系统的运算需求也会变高。不过我们有发现 OIS 光学防守阵的强度是有差别的，只有在完全关闭 EIS 的状况下才会完全作动。选择高品质的时候 ，OIS 模组只会有很微小的作动，几乎是接近锁死了。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在关闭状态下 ，OIS 模组才会整个动起来。但我们比较好奇的是 ，Sony 为什么不同时启用修正范围更大的 OIS 搭配 EIS 呢？所以我们也同步跟 Sony 官方询问了这个问题。根据他们工程师的回答，在高品质之下 ，OIS 主要修正的是晃动时产生的轻微模糊，主要还是依靠 Sony 自家进阶的 EIS 算法，所以采用这样的设定。这边我们也提供一小段3个模式在晃动之下的画面差异。我觉得在防守阵上，今年的 One Mark 5大概就是常规的表现，还有提升空间。最后，我想聊一聊新功能。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Sony 这次在 Photo Pro 和 Video Pro 都下放了更多原本在自家 Alpha 相机的功能。首先是峰值对焦，这个非常有用哦。在小小的萤幕上，大家常常会觉得，到底有没有对上焦啊？而有了峰值对焦的辅助，就非常直观了。有没有在画面上看到这些红色的线条？没错，有红线的地方就是有焦的面，拍起来就会是清楚的。搞懂了之后，你就可以在选单中自由选择你喜欢的线条颜色。并且我觉得相较起前几代，这次 Sony 在软体上是真的想过，而且有用心啊。这个峰值对焦的功能不只在录影模式有，在 Photo Pro 拍照界面、录影界面、Video Pro、Cinema Pro 全部都能用，全部都有。第二 ，Sony 这次下放了 Alpha 相机上的经典功能，那就是 Creative Look， 也就是在 Alpha 相机上经典的创意色彩选项，包括了 ST、NT、VV、FL、IN、SH， 经典的选项都有放进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暂停看一下 Sony 对每一个色彩模式的说明，这边也提供一组不同 Creative Look 拍摄的样张让大家参考。最后一个有用心的地方，我觉得是相机的界面。以往 Photo Pro 手动模式、Video Pro 都是横向为主所以 Photo Pro 即使你直着拿，界面还是横向的。而这次所有的界面，他们都设计了直向的版本。虽然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按一层选单加上相机的功能本来就很多，所以需要一点时间熟悉，但至少整个界面对直向拍摄来说合理多了。我觉得吧，这次 Sony 在软体上是真的有感受到他们把很多的建议都听进去了。最意外的是 S-Cinetone 居然出现在手机上，真的是想不到啊，索尼。而在大家最关心的性能测试上，我们手上的 Xperia One Mark 5搭载的是高通新一代，被誉为 Android 旗舰救世主的 Snapdragon 8 Gen 2，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搭配12GB 的 RAM 以及256GB 的 ROM。这次有一个惊喜 ，Xperia One Mark 5是可以相容先前推出的 Xperia String 万转散热风扇的，搭配上今年的 8 Gen 2明显更冷静的表现，感觉今年 Xperia 旗舰玩游戏可能真的有戏啊。不过很可惜的是，我们手上的还是工程版本的机台，所以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办法跑效能测试，之后有机会再陆续补上来给大家。但效能不能测，我总是可以测相机的发热吧。我想很多人买 Sony 手机还有一个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连续录影的温度控制有没有更好，录影还会不会过热？所以我们这次直接来了更高强度的地狱测试。毕竟夏天了，虽然我们测的这几天还是凉凉的，但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科技的力量 ，AKA 暖气，拉到大约30度作为起始点，然后统一录 4K 60 FPS， 比过去的30 FPS 更重的测试，来看这一次 One Mark 5是不是可以比 One Mark 4撑得更久。可以看到，我才刚开相机啊 ，One Mark 4这边马上就高了1度。相机的运算量本来就大，所以温度上升的也比较快。来看最终结果 ，4K 60之下 ，One Mark 4这边只撑了9分38秒，主要发热区域都落在相机这边。
最后结束的最高温达到43度。而 One Mark 5这边最终撑了26分59秒，以30度的室温来说，连续27分钟只能说是还行吧。主要的发热区域也是在相机的位置，最高温达到45度，可以看到 4K 60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要长时间录影，无论各家呀，目前比较稳的还是 4K 30，我们也来测一下。One Mark 4只撑了6分15秒啊！没错，我们测了几次都发现比 4K 60还要短，所以我们就仔细观察了一下原因，就出在 4K 30之下 ，Sony 的温控是更紧的，大约41度出头就会停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One Mark 4很多人反映 4K 录影时常跳高温警告的原因了。而 One Mark 5就真的超稳，30度之下直接连续录了1个小时10分钟，还可以继续。后面我们就没有继续测下去，连续1个小时应该超够了吧？并且这个时候机身温度也就保持在40度左右，离刚才的 4K 60停止的45度还有一大截。所以如果你想要长时间录影，那 4K 30就是最佳选择。不过我这边想特别聊一下 ，Sony 的录影容易跳高温警告，其实不只是温控保守，而是 Sony 的 data rate 非常高啊。在 H.265 4K 60之下 ，One Mark 5大约达到了每秒150 megabit。而对比一样是 H.265 的 iPhone 14 Pro 和 S23 Ultra， 大约是560上下。而这个高码率对应到实际1分钟的档案大小 ，iPhone 14 Pro 大约是1分钟393 MB，S23 Ultra 450 MB， 而 Sony 这边1分钟达到920 MB 啊，怪不得 Sony 的 4K 60运算量这么大。总结，这次 One Mark 5的录影过热有很大程度的改善。4K 30从6分钟来到了连续1个小时都还没停。30度的室温也控制在40度的温度，属于顶级表现了。4K 60也从上一代的10分钟来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急剧，并且我要强调是每秒150 megabit 的 4K 60 FPS 啊，真狠啊，索尼！我就说你认真一点，对你来说真的没这么难，对吧？这边可以多分享的是 ，Sony 这次的改进主要是来自针对相机的能耗表现最佳化，大约降低20%左右的功耗。并且在主要的发热区域都加上了大面积的石墨散热材料，解决相机的过热问题。而且我们也得到一个有趣的资讯 ，Sony 的温控设计主要遵循的是日本法规，需要保证硬体在50度以内的安全限制，所以也是大家会觉得 Sony 温控保守的原因之一。但我还是觉得 Sony 可以特别针对海外市场进行适当的温控调整，毕竟以台湾来说，天气就是真的比较热一点。总之，这个蛮有趣的资讯分享给大家。而在续航力和充电部分，这次 Xperia One Mark 5同样搭载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援最高30瓦的有线快充和15瓦的无线充电，当然也支援无线反向充电。声完全辨识上，同样采用了大家喜欢的电源结合指纹辨识的设计，按一下就能直接解锁，速度很快，在水准上。而在通讯部分，台版同样支援 5G 双卡双待，支援 WiFi 6，有 NFC 支援 Google Pay。最后，我们看到影音娱乐，这次在 Xperia One Mark 5上的这块荧幕，依旧是一块顶级的 4K HDR OLED 的荧幕，并且支援120 Hz 的荧幕更新率，但依旧不支援 LTPO。在荧幕亮度上表现也很强，尤其以3840乘以1644这个高解析、高密度的 OLED 来看，更是如此。经过我们实测，在强光100%显示面积之下，可以轻松达到900尼特的表现。而在大约10%显示面积的峰值亮度上，更是可以达到1300尼特以上的表现，亮度很强，没问题。但是我们少不了来测色域色准，当然要拿出我们这组可以买好几支 One Mark 5的测量设备进行实测。Sony 主要有2个显示模式，叫做标准模式和导演模式。简单说的话，标准模式就是讨好眼球的风格，采用 Bravia 的电视科技进行调教，取向上尽可能把色域撑满。不过 DCI-P3 大约就是95%的表现，而导演模式这边则是限缩到 sRGB。而如果看到色准的话 ，Sony 在标准和导演模式下都有暖、中、冷3档的选择。实测下来就很容易理解了，色偏最大的就是冷 ，Delta E 在2个模式下大约都是9%到10%，中档位的平均 Delta E 就是5%到6%。如果你要最准的显色，那就是选择遵循 D65 标准的暖档位。不过经过我们实测
Xperia One Mark V 在标准和导演模式最准的暖色选项之下，平均 Delta E 落在 2.9 和 2.2 左右，我们觉得还达不到心中非常好小于2的表现。那有办法吗？有，我们简单校色。Sony 旗舰的特点就是萤幕的自定义选项超级完整。以我们手上的这块萤幕来说，稍微把红调到66的位置，这个时候标准模式的平均 Delta E 就能达到非常优秀的 1.1， 导演模式更是可以达到变态级的平均 Delta E 0.36。整体来说，这块萤幕的体质很不错，但需要调整。一般用户可以做到的就是选择暖这个设定档，接近 D65。但毕竟每一片萤幕的体质不同，你无法直接套用我们的调整选项。对了，这次 Sony 还在手机上加入了一个外部监视器的功能。没错，现在你可以直接插上高速的 USB-C 线材，就可以将相机的画面透过有线输出的方式放到 One Mark V 上面预览，不再需要透过 HDMI 输出 ，USB-C 就可以了，而且是独立的 App， 轻松直觉好上手。而在音效上，Xperia One Mark V 有进行电流和噪音消除的改善，80Hz 达到2倍，200Hz 提升40%。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 One Mark V 的低频表现更好了，大家可以直接到现场体验最准。对比 One Mark IV 是有肉耳可听的提升的。以下帮你提供一组对比，供大家参考。节目到了尾声，这次 One Mark V 最大的感想就是这次感光元件真的强啊，并且软体比以往用心很多，加上 S-Sync Tone 录影 DRO 的调整，相机峰值对焦，改善过的长焦，30 FPS 连拍，一块萤幕亮度更高、很漂亮的 4K 120Hz OLED， 体质很好，校色后可以达到变态级的 0.36， 但出厂色准差一点就可以达到小于2，出厂校正可以列为改善重点。整体来说，虽然目前工程机还不能测 Agent 2的游戏表现，但这次的温控明显比上一代好多了。如果你已经等 Sony 3年，那这次真的可以说是近3代最强的 Sony 旗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不要怀疑，这集的定位真的是快速重点实测，但我们也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所有重点的功能都测了一轮，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有任何想要我们在测试的，我们之后的评测继续聊聊吧。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